熊猫。我们先在甲面上纸面上画5个甲片形状出来。对，先讲一下款式的一个构图啊。然后甲型的话，我用的是中梯，所以说形状不是画的特别长。这边画5个格子出来，分别代表了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。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熊猫，对不对？好，首先大拇指上面肯定是要作为一个主甲。好，大拇指是主甲，然后副甲上面的话，我在想是中指还是无名指去作为主甲呢？我想一想啊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中指上面吧，中指作为一个主甲。好，另外3颗呢就作为一个副甲。好，OK， 副甲。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搭配啊，比较常规的一个搭配，3-2配，3颗副甲，2颗主甲，2颗主甲的话就是我们的彩绘，大量的彩绘部分啊，可能会画一些就是山啊，或者是画一些竹子啊、熊猫等等。然后副甲上面的话就会涉及到一些简单的晕染啊，简单的竹叶、竹竿啊这些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在大拇指上面去设计一下这个熊猫，我们在大拇指大概是在整个甲面的2/3的位置，你把甲面平分成3份啊，1、2、3份，然后这个熊猫的话，我们就给它画到2/3，也就是偏下方一点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去画我们的一个主图啊。好，然后旁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画一些就是装饰类的山石啊、晕染呀，或者是画一些竹叶呀什么的啊，作为一个搭配。好，然后中指上面的熊猫，我在想是画一个什么样子的？画一个正脸的熊猫吧。画一个正脸的熊猫，那就画一个大脑袋。啊，画一个偏偏的大脑袋，小手，对吧？小手儿，然后旁边这些地方可以画一些山石头啊、晕染呀，或者是竹叶呀，或者是把它的小脚啊画出来，小脚丫子画出来都行啊，就大概的定个位置，也是在我们的甲面2/3的位置啊，偏指尖的位置去画，后缘都是留白的位置啊，也是随便哪些地方给它加2片叶子啊，做一点小晕染，对吧？好，再靠近指尖的边缘做点小晕染，然后其他的就是晕染加上我们的竹叶了啊，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思路，构图思路。然后我们现在来详细的讲一下这个熊猫它的一个结构。这个熊猫的话，我们在画的时候，这里的话我是看到了那个宝子发给我的一个图片，是一个晕染的比较偏秋冬色系，就是黑色和棕色为主，然后这个熊猫的话，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就是先把它的整个形态给它画出来。比如说正常的熊猫形态呢，都是这样子的，垂直的话就是它的头是正的，然后身体呢也是正的。如果说我想画一个歪头的，就是熊猫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中间这里去画一个正的圆，在这个十字架中间不用去搭一个正的圆，我们可以在十字架里面稍微偏一点点，对。它的头往哪边歪啊，这个圆就靠近我们中线的哪边。比如说它往左边歪，那么我们这个圆儿可以在左边多一点点。好，画出它的耳朵，耳朵的话肯定方向本身是应该是在这2个方向去画耳朵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正脸的熊猫的话，那如果说它是斜侧面歪着的熊猫，那我们把箭头整体往左下方偏移一下，往左方偏移。好，它的耳朵我们就可以给它画到这个方向。好，那这样子感觉它的头就是歪着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如果说它是坐正了，但是呢头只是头是歪着的，我们就把它的手画到中间，手画到中间。好，脚，脚。就这边是屁股墩儿，毛屁股墩儿坐在地上，对吧？好，然后穿了一个小褂子啊，熊猫穿了一个小褂子，这些地方都是黑色的，脚也是黑色的，然后2个眼睛也是黑色的，两个眼睛是呈外八的形式去摆放，这里我们等一下再细讲啊，我现在只是在讲它的一个形态，好，就这样子，是不是感觉这个熊猫是一个歪头鲨啊？不用去看细节啊，只是在讲它的形态，就坐在那里，头是有点歪歪的，知道怎么去定它的一个动作了吧？然后我们现在要定的是一个侧着坐、埋着头的熊猫，侧着坐、埋着头的熊猫，我们在定这个十字架的时候，就不要去画一个直线了，我们就按照它整个身体的一个形态，它是侧着坐、歪着头，它整个形态就会变成一个。这种 C 弧形，C 弧形。好，然后我们在这个 C 弧形里面啊，在这条线里面去画出它的脑袋，它的脑袋在这个地方，然后顺着它的脑袋在它的身体呢，这个地方。好，你会发现这个圆和这个身体都是围绕着这个 C 弧来的，它整个都是呈一个 C 弧的形式。如果说我要竖着去摆，我要摆正的话，那它应该就是这样子的，那它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竖直，就是正面的。如果说它是有点
就是坐在地上，背有点弓啊，头又是往下埋的，那就它整个就是成一个这样子 C 弧的一个姿态，对吧？啊，你如果说把身上的一些对手啊这些给它加上，哎，手啊这些也给它加上，脚啊这些也给它加上，好，然后耳朵也给它加上。对吧？然后它这个姿势，哎，然后你的眼睛的话，整体往它的头部1/2，把它的头上下分成1/2。然后因为它是埋着头的，所以说你的五官不一定啊，你的五官就不能够在它的中位去画，眼睛就不能画到中线这条线上，因为它是埋着头的。埋着头的话，眼睛就画在啊这个头部轮廓1/2中线的下方啊，在下方这里去画它的眼睛。好，然后鼻子、嘴巴什么的也是往下方去画，而且的话。因为是侧脸，所以说它的这个五官轮廓还要产生一点变化。五官轮廓产生一点变化，因为正脸画的时候，熊猫的鼻子正脸倒三角加一个小勾勾，对，这是正脸的鼻子。如果说是45度角侧面的鼻子呢，那我们就是给它画好这个鼻子之后，它的嘴巴。鼻子下方一条线，嘴巴这边线短一点，好，这边线长一点，好，然后把旁边的阴影，到时候旁边的阴影画出来了之后，它的整个五官啊，这里要把嘴巴这里凸出来 ，OK， 那这个就是一个侧脸的弧度，也就是说这边的线条会长一点，这边的线条会短一点啊，就说明它是一个侧脸45度角啊，微微头有点往这个方向去偏移，这种视觉效果。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眼睛，熊猫的眼睛的话是外八的形式去摆开啊，外八形式大写的一个8啊，然后去画2个小豆子，这个小豆子的话不是这样直接画一个椭圆啊，我们带一点点弧度，它是一种像腰豆豌豆儿小豌豆儿一样的那种，就这边有一点凹进去，这边是圆润的一个弧线。好，这边 C 弧啊，中间有一点微微的凹进去，对，很像女生的那个眼贴，很像一个眼贴膜啊，就这种效果去画它的眼睛啊，黑松松的眼睛。如果说是侧脸的话呢，它的眼睛这边我们就可以小一点，好，这边画小一点，然后这边我们就正常的去画一个眼睛。好，那这边小一点，瘦一点，那这边就正常的一个眼睛轮廓。好，再配合上它的那个鼻子，对吧？再配合上它的鼻子嘴巴，就是这里。好，配合上它的鼻子嘴巴 ，OK， 中间一条线下来。好，这边短一点，这边嘴巴长一点。好，然后你再把它嘴巴周围的那个阴影轮廓加出来，对，加出嘴巴周围的阴影轮廓。啊，我这里随便画一下啊。嘴巴这里是凸出来的，眼睛这里是凹进去的，所以说嘴巴周围这里这些地方肯定是要有一点阴影轮廓的。那是不是就感觉这个熊猫就是一种侧脸的状态，它就不是那种正当，还有耳朵啊，耳朵这种半圆我们就不讲了啊，然后手啊脚啊这些地方我们就等一下在画的过程当中再去讲。然后它这个熊猫是没有脖子的，熊猫是没有脖子的。然后它身上的话，它的一个色块分布啊，比如说这是熊猫，这是它的手，这是它的脚，它的一个色块分布，哪些地方是黑色的？耳朵是黑色的啊，眼睛是黑色的，鼻子嘴巴是黑色的。然后它的手到它的脖子，手到脖子，好，披了一个小褂子，那这块地方是黑色的。然后脚的这个地方，是黑色的。好，其他地方都是白色的。这是讲它身上的那个色块分布，其他地方都是白色的。那好抽象，好可爱呀。讲完这边的就是一些细节之后，我们现在呢直接上甲片啊，直接上甲片去画。这个款式的话，我是想要做一个炭烧酸奶白啊。炭烧酸奶白的话，它颜色会比这种纯白色啊底色偏柔和一些。把纯白色去打底的话，我觉得会太硬了。太硬了之后，你在上面进行彩绘的时候，其实出来的效果上手并不是很柔和，上手并不是很好看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来调一个炭烧酸奶白，取白色放到我们的托盘上。白色放到托盘上之后，我们再给它放一点红颜色。好，我把颜色先取出来，放到调色盘上啊。这个红色可以是正红色，也可以是暗红色，都行，只要是红颜色。好，红颜色放到调色盘上啊，然后这个黄颜色放到调色盘上，红颜色、黄颜色，哎呀，红颜色、黄颜色放到调色盘上，还有黑色，然后拿起来，那这个是红颜色啊，我摊开来你们就看得到了。好，红颜色取过来，和黄颜色取过来1比1的样子，但是你们看一下，取量是非常少的哦，大量的白，少量的红和黄，大量的白，少量的红和黄。好，先调和进去，调成这样子一个偏奶色，就是那种酸奶色的那种感觉。好，调进去，
如果说量不够，我们再去加。颜色的话是从少量多次的去添加，不要一次性添太多了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是完全够了的。我觉得这个颜色是完全够了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它太亮了，我们整体再加一点点黑，看我取多少啊？一点点黑，好，一点点黑色放进去让它整个颜色偏灰调一些。镜头里面你们有可能看不出区别来，少量多次的去加。镜头里面看不到多大的区别，等一下我把颜色给你们对比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这个红色好像加的有点少了，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再加一点。好，炭烧酸奶白。等一下我再加一点红色吧，红色有点少了。对，再调假油胶，再加一点红色。好，再调一点点进去。OK， 这个颜色是可以的，比较偏暖色调了，没有那么硬朗了。我把白色再取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白色取出来给你们对比看一下，你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。炭烧酸奶白它属于是白色系它属于是白色系，但是呢，它跟白色比会稍微偏暖光调一些。那我把白色取出来，你们对比看一下区别。这边是纯白色，上面呢是刚刚我们调的一个炭烧酸奶白，两个颜色去比的话，是不是白色现在就显得非常的硬？那这个颜色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柔和、很温柔上手的话，白色，你看这个颜色，如果说跟我们手放在一起对比，是不是白色就会显得非常的硬，显得我们手会非常的黑？但是白色适合什么呢？白色适合大面积的涂纯色或者是一些法式，那它会显得非常的时尚感。你记住，只要是很硬朗的颜色，它的时尚感就非常的强烈，就是不调肤色，那显黑就会非常的显黑，但是它时尚感非常的强烈。而如果说是想要温柔、柔和、柔美、可爱呀这种氛围感的颜色的话，一般都是偏柔和的颜色偏柔和、偏暖色调的颜色。然后这个颜色里面我们加了红和黄，都是暖色调的。然后和白色去对比一下，跟我们的肤色放到一起，是不是这个颜色和我们的皮肤放在一起看起来会更加的温柔一些，对吧？就是视觉效果没有那么强烈。我们用这个颜色来作为打底色，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。来，我们先给它整体拼涂一层。整体拼涂一层，那这个颜色酸奶白一上去，对，我们就可以等一下直接就在上面进行彩绘。我等一下我都直接不用画熊猫的雏形了。哇，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可以的哦，它比白色又很柔和，时尚感仍然是很强烈的。做一些实色底，做彩绘的话，我不是很做彩绘，我不是很喜欢直接用纯白色去打底，我一般就喜欢用这种炭烧酸奶白或者是乳白色去打底。好了，我这里涂一层就可以了啊，这里有个毛毛，有毛毛给它刷下来。好，我觉得一层的效果已经非常可以了，我就刷一层，我就不涂2层了啊。好，照灯时间120秒。照完灯之后，我们给它上一层水彩磨砂。水彩磨砂，因为等一下我们直接要用水彩在上面进行彩绘。这边的话，因为是白色系去打底，白色是这种浅色打底。如果说要用水彩在上面进行彩绘的话，我们就不用白色再去画出图案的轮廓之后再用水彩去上色啊，我们直接涂磨砂封层。对，等一下直接在甲面上画就可以了。好，水彩磨砂封层，照灯时间120秒。OK， 我拿去照灯了。今天的颜色黑色会用到，好，白色的话就等一会儿再取用的时候我们再取黑色和白色，然后再来一个棕色。关于这个棕色的话我想让它有一点点偏那个黄，杏黄，所以说棕色先取出来。好，放到调色盘上，把笔打湿，在色块里面搓揉搓揉，换一面搓揉。这个棕色我都快用完了，需要补了。好，边边上还有很多颜色呢。好，放到调色盘上，好像也不用调，这个颜色也比较合适。好，可以就直接用这个棕色也行。接着我还想给它加一点这个杏黄进去，我试一试啊，加一点点，两个颜色调和一下。调一半吧，万一等一下会用到呢，先调一半出来用着啊。杏黄和这个棕，然后黑色、白色，这是今天我们需要用到的所有颜色。
取完色之后，轻笔控水啊，轻笔控水之后，你再去取用，不要调完色就直接用笔上的颜色开始去画了啊。那个时候你笔上的一个控水量以及色粉的取色量都是不正确的啊。上甲片之后很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就是操作上的问题、细节上的问题。好，轻笔控水，轻笔控水，笔杆上看一下。好，有水痕无水珠 ，OK。我们先取一点黑色，把熊猫猫的轮廓给它画出来。好，我刚刚在纸上说过，我们要画的一个熊猫呢，占整个甲面的可能2/3的位置，那就是不要超出它的这条线啊。然后它的整个姿势的话，这次这个熊猫它这个姿势是有一点点埋头的，坐在那里埋着头。好，开始画了啊，拿起来一点。好，我开始画了。那首先我们可以去画一下它的头部。头部的话，我们去画一个包子脸。头部画一个包子，上窄下宽，像一个窝窝头。那上窄下宽，画一个包子，两边脸这边宽一点，头顶的宽度窄一点，头顶比脸上面这里的宽度要窄一点。然后脸蛋过了之后，直接往脖子上横着过去。好，耳朵的位置。那这里画一个半圆，直接用黑色吧。好，直接用黑色会方便很多，因为熊猫实在是太简单了，它的形态。画一个半圆，45度角左上方这个位置啊，45度角左上方，然后这边位置画一个耳朵。好，也是一个半圆。直接用水彩去画，你看像这种打好底色了之后，直接用水彩去画，好方便呀。头顶下来，身体，一个大胖子坐在这儿，这边从头顶下来，因为它没有脖子，所以说我根本就不用考虑脖子，它的背和它的头是连在一起的。没有脖子，你笑我没？不能唱。然后它的肚子嘛，我们也是给它画一个那种圆滚滚的造型啊，在前面圆滚滚的造型，好，连接过来。这是它的肚子，圆滚滚的肚子。然后手的话，从它的脸蛋旁边这个角，脸蛋旁边这个角这里，好，小手，往肚子上放。对，小手往肚子上放。等一下啊，然后另外一只手，也是在这儿，连接到它的背上去。好，连接到背上去。然后除了手这个地方是黑色的，然后是不是刚刚在纸上讲的时候，讲那个细节的时候，我们说它色块的分布？那除了耳朵是黑色的，然后除了耳朵黑色，然后它的手到它的脖子这里连着一块都是黑色的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把颜色抠出来。挺黑，一直到背上，穿了一个露脊装。小褂子，还怪时尚的嘞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通过颜色的深浅啊，黑色也是分深浅的，然后点一些白色，把线条轮廓勾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把手手这个部分细节展现出来了。现在嘛，先把颜色填上去。小手揣在前面，像个老大。好，然后到它的脚的话，从肚子这里画一半出来。好，笔干了。因为水彩的话不需要照灯，所以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它随时都会干，你需要实时的湿笔控水。OK， 脚，靠着肚子这里一个角，可以画圆一点。它肚子这里到时候都是阴影。好，这边这个角。先画一个瘪一点的形状嘛，瘪的椭圆形啊，瘪的椭圆形是脚掌，然后再画它的左盖、大腿，虽然说短，但是有，好。早画出来了，然后画它的眼睛。眼睛我们刚刚在纸上说过，它的侧面的眼睛轮廓外八的同时啊，因为是侧面，说一边轮廓窄一点、瘦小一点，一边眼睛轮廓圆一点点。
好，然后鼻子这里、鼻子、嘴巴这里也是一样啊，然后比嘴巴这边线条短一点啊，这边线条长一点，往哪边侧，哪边的轮廓就给它缩小。然后整个五官的位置在头部间距，整个五官的位置啊，在头部这个轮廓间距1/2的下半边脸蛋儿啊，在下半边脸蛋，眼睛也要画到那根水平线的下方。水平线的话，就是你心中有线啊，自然有线，你自己心里定个位置。好，画一个小豆子，外八的小豆子。这边圆一点咯。好，然后鼻子、嘴巴、阴影轮廓，我们等一下再去画。鼻子、嘴巴，鼻子因为是埋着头的，所以说鼻子、嘴巴会有点往下靠。鼻子就画一条线，打一个勾勾。三角，一个压扁的三角。它的鼻子我为什么这么去画呢？平时我画熊猫的时候，是不是它的鼻子，平时画熊猫的时候，它的鼻子是这样子的倒三角形式，对不对？然后下方鼻子下方连一条线，嘴巴一个 W，平时是这么去画的。然后今天呢，画的是这样子一条打着三角尖儿这样子一个鼻子轮廓，好，下方一条线。嘴巴一个 W， 好，然后这种形态的话，这种鼻子感觉是什么呢？它的头是往下弯也就是三角形本身是这样子的，往下弯了之后，它是不是会被压窄，空间被压窄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这个鼻子是这么去画的，鼻子下方连一条线，举个胶，不好意思先举个胶。好，鼻子下方连一条线，短一点。鼻尖连一条短短的线，然后去勾它的嘴巴，嘴巴一边长一边短。好，那看一下这个熊猫有没有一种坐在地上头有点往下看的感觉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好，然后现在它的一个基本形态轮廓出来了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去找它身体上的轮廓，还有它的一些背景背景上的一些塑造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要先去找它的轮廓了。它的轮廓我要配合一个颜色，就是棕色。刚刚我们取到调色盘上的那个棕色好，取一点棕色。棕色放在哪些地方呢？它的耳朵周围头上来看一下，从耳朵周围给它放一点棕色，一直到头部这一块。好，将颜色放上去了之后，侧推扒拉开围绕着那边的耳朵放。好，围绕着那边的耳朵放。好，整个颜色的话是集中在这一侧，就在右手边。好，这边身体和脸蛋这个部分，对，颜色往身体和脸蛋这个部分划拉划拉。对，颜色往三角区划拉，有一种浅浅的轮廓在就可以了。然后为了制造熊猫的毛绒感，刚刚我们画色块的时候，其实线条都走的是非常的生硬，直接画的色块。为了制造这个熊猫它的一种毛绒感的话，我们的笔尖可以在色块的边缘去做一些揉边处理。就比如说耳朵下方色块这里，我打个圈圈揉一揉，把它耳朵这个色块揉开。等一下我们再用黑色再去加深。就用揉边的手法，因为揉边的话，你可以带着颜色成一种色块的形式。这个色块在你揉的过程当中，带的过程当中，就会有深有浅，有虚有实。然后呢，出来的颜色效果就看着是带着一种朦胧的毛绒感。包括它的身体上，好，取一点点棕色，毛尖再次取一点点棕色，在它的胳肢窝这些地方，好，在黑色色块的边缘打着圈圈去将这个棕色铺染开。好，打着圈圈去将棕色铺染开。制造阴影轮廓的同时带一些色块毛绒感，打圈圈去揉打圈圈，笔尖打圈圈揉色。好，颜色铺展开了之后，你会发现颜色揉和侧推渐变是不一样的揉的话，颜色里面是会带一些你看深浅不一的色块，然后就感觉它的那种毛绒感就会更明显一点。如果说我们直接平推直接平推去做渐变技法的话，颜色出来是非常均匀的一种效果。均匀的效果的话，就是会减弱削弱它的毛绒感。如果说你想制造毛绒感，就用我说的洗色揉边手法揉边手法，跟着色块的边缘打圈圈揉揉揉把那个颜色揉散开。揉边缘线揉揉毛嫩嫩的边缘
取一点棕色去揉。好，再取一点棕色，笔尖再取一点棕色，在屁股堆儿这里，对，再放一点棕色。就这个熊猫，它天天坐在地上打滚儿，身上也不是很干净，哎，有点发黄了这个猫，还是小时候干净。好，这边，色块的边缘打圈圈，揉揉揉。毛尖尖，把笔立起来，用毛尖尖啊，揉揉揉。对，揉出来的黑色就在肚子这一块儿，形成一种阴影。好，这种水签，然后水彩干了之后会形成这种水圈，有时候这水比较多的情况下，然后这种水圈我们再用笔尖揉揉揉，好，直接把这个水圈弱化开就可以了。对，哪里有水圈你就揉哪里，通过揉边是可以改变水圈的一个走向摆位的啊。